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他当着医生的面，用随身携带的铁锤疯狂敲自己，边敲还边笑，敲完肩膀敲膝盖，这可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大叔每天就用塑料袋装着随身携带，一有时间就哐哐往身上敲，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敲打声。敲完膝盖敲肚子，敲完肚子敲敲胸，顺便敲敲胳肢窝，接着敲下巴和上巴，最后敲敲脑壳，从下往上敲了一遍。他说一点都不痛，甚至还挺爽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差点试试。大叔给自己这套按摩手法取名锤子疗法，说自己一身腱子肉就是这么敲出来的。锤子疗法还可以燃烧腹部脂肪，8块腹肌也是这么来的。这么看来好像真的有用，但不管怎样，大叔已经收获了一批小迷妹。这些处在更年期的小迷妹都觉得锤子疗法能消除疼痛，缓解疲劳，总之非常有用。关键还都觉得大叔很帅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来医院检查，发现大叔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敲打后很舒服吗？怕医生不信，当面拿铁锤哐哐敲了起来。敲完上面敲下面，医生表示锤子疗法确实帮助他锻炼了手臂肌肉，但不建议继续做，很可能会加重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椅，笑嘻嘻地表示自己主打一个听劝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？这相当于往身上插了6把刀，他们对着伤口边吸血边吐口水，甚至还不停拉屎。下面就来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过程。当你刚闭上眼睛，蚊子就悄悄飞到你身边，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，直接就是一口老痰，进行局部麻醉。蚊子的细长嘴巴被称为口器，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针，它们各司其职。当蚊子开始吸血时，先用2根锯齿针割开表皮最外面的一层，它们非常锋利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2根刺血针帮忙寻找人体血管，找到血管，蚊子并不会马上就吸，而是先注射一种含酶的唾液，防止血液凝结，使血液能被顺畅吸入，然后就开始了干饭。蚊子一次可以摄入体重2到3倍的血液，为了能尽量多吸食血液，蚊子会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残渣尽量排空。它们就这样一边吐一边吃一边拉，从蚊子落到皮肤上直至吸饱，总过程约2分钟左右。就在它吸血的过程中，顺便把病毒也带到血液里，导致每年大量人死亡，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。其实吸血的都是母蚊子，公蚊子的口气没有母蚊子发达，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类的。蚊子叮咬后出现的发痒肿块，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处理蚊子唾液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长出大肿包的其实不是蚊子，而是我们积极干活的免疫系统。如果你身上有些肿块特别大特别痒，那么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，它们寻找血管的技术生疏，吐的口水比较多导致的。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专业点的蚊子，毕竟肿块能小一点。他要挑战徒手把生肌肉拍熟，没想到过程中意外不断，难度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。在拍打了135000次，看到肌肉变熟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真徒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先打造工具，模拟人手拍打的效果。原理就是把动能转化成热能，从而使肌肉变熟。准备完成，开始挑战。结果还没拍2下，设备就散架了。他决定对设备整体升级，支架全部换成了镀锌钢材质，给外壳又加装了保温泡沫。挑战又开始了。可没过多久，电机又冒烟了，肌肉看起来也没太多变化，但他没有放弃，
很快又研制出了打肉机 2.0 版本，把电机换成了柴油机，拍打装置也换成了旋转的，效率显著提升，结果把鸡肉打成了肉泥。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工程难度，总结原因是力道太大，所以现在需要一个速度快、力道轻的打肉机。经过不懈改造，工具终于是改完了。这次他使用了气凝胶保温材料包裹鸡肉，这样能把热量损失降到最低。内部再安装无线温度计，时刻监测鸡肉温度。接着挑战又开始了。很快温度就升高到了9度，就这样一直拍打了几个小时，来到5万次，温度也上升到了33度。拍打7万次的时候，温度就来到了40度。随着温度不断升高，看起来把鸡拍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。拍打10万次的时候，意外又发生了，打肉机螺栓磨断了。小哥决定先看一下鸡肉的成熟度，打开包装，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，切下来一块想要尝尝，犹豫了很久还是没下去嘴，只能接受失败。现在要做的是继续升级打肉机，为了防止螺栓再次磨断，这次使用了大尺寸的淬火钢螺栓。升级完成，接着挑战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这次电源又烧了，虽然状况不断，但这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，说什么也要吃上一顿用拍打方式做的饭。于是不惜一切代价，重新升级了打肉机的机械臂。他退而求其次，决定来拍打牛肉，毕竟牛肉不用做到全熟，来个5分熟就行。而且之前已经证明过，打肉机可以把肉加热到40度以上。说干就干，把新鲜牛肉装进包裹，挑战正式开始。拍到2万次的时候，遇到了瓶颈，牛肉包装拍漏了，这属于小问题，换个包装继续。温度很快来到了50多度，又继续拍打了一段时间，温度上升到了60度。小哥非常激动，这意味着5分熟牛排已经好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。刚打开包装，汤汁就流了出来，看牛肉的色泽，好像已经熟了。闻起来怎么说呢？味道非常像牛排，一刀下去血水就冒了出来，不错，是正宗的5分熟。小哥切了一块送进嘴巴，据说口感非常不错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把鸡肉拍熟的想法，再次尝试，一直拍打了90分钟，最终鸡肉还真被拍熟了，但他没有吃，可能是鸡皮收缩的原因，鸡竟然睁开了眼睛，所以没敢吃，但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要拍熟一只鸡，至少需要拍打13万5千次。你学废了吗？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小姐姐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，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止1夜后，奶酪成型，开始腌制。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着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，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臭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，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，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，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
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。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闭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。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。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，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。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。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1瓶回家了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。已经策划了1个月，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
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。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，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蛰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大姐说自己如果恢复了嗅觉，最想闻的就是鳐鱼的味道，想知道什么叫做臭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。医生说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，属于先天性缺陷，是无法恢复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姐却并没有很伤心，说自己已经习惯了。平时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大叔洗脸只洗半边，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，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。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异常干燥，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烧烤，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。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，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大家一起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这下大叔放心了，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一乐也不错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，对吧？家人们，这个视频要转动手机才可以看哦。美国洛杉矶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大片流星雨，其中一颗朝地面急速飞来，先是撞到了一栋大楼，紧接着重重砸向地面，路人都懵逼了，这啥情况啊？现在向左边转动手机，可以看到废墟中竟然出现了一只小怪兽，呆头呆脑的，看样子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手机再往左转动一下，这时我们的女主小美出现了，她捡起了刚才随小怪兽一起掉落的激光棒。慌乱中，小美触发了激光棒开关，瞬间射出一道光，正好打在怪兽身上。只见小怪兽全身泛起光，挣扎着爬出了废墟，看起来非常愤怒。怪兽受到刺激，好像变大了一点，直接朝小美袭来，正好被赶来的警车撞到。现在请把手机往后面转，可以看到这怪兽又变异了，变得更大了，
现在算是搞清楚了，这怪兽的特性应该是受到伤害就会进化。小美逃进了地铁站，怪兽紧跟着进了地铁，警察跟着怪兽也进了地铁站，请转动手机跟警察一起寻找怪兽。警察发现怪物后，不断对他射击，不出意外，中枪后的怪兽又进化了。警察赶紧拉小美躲进了车厢，怪兽越来越愤怒，飞快地朝车厢袭来。还好车门及时关闭，地铁开动了，很快就把怪兽甩在了后面。本以为这下安全了，谁知怪兽3两步就追了上来，一下就打破了车厢玻璃，整个钻了进来。这情况还想啥？赶紧跑啊！他们跑到下一车厢，关闭了车厢门。怪兽穷追不舍，结果车厢门也被怪兽打破了。不过呢，因为体型过大卡住了。现在请往左转动手机。趁这个时间，警察正好打开了地铁门，两人顺着紧急通道往外逃。现在赶紧把手机往后转，你会发现一只血红大眼正盯着你。很明显，怪兽又进化了。由于体型过大，怪兽已经被困在了地铁里。两人逃出地铁，就看到警方已经派来了直升机和轰炸机。这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怪兽直接从隧道冒了出来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哥斯拉，一巴掌就捏碎了大桥。战斗机对怪兽进行轰炸，它变得越来越大。我感觉这情况只能召唤迪迦奥特曼了。小美看着手里捡来的激光棒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之所以怪兽一直追她，就是因为她一直拿着本属于怪兽的激光棒，于是想把激光棒还给怪兽。小美壮着胆子走了上去，站上车顶，尽可能的靠近。怪兽张开血盆大口，两个门牙看起来都有40多米。看到小美举起的激光棒，怪兽变得安静了很多。两人通过眼神交流，怪兽明白了小美的意思。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怪兽慢慢变小了，最终变回了刚开始的模样。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小怪兽慢慢靠近小美，接过了属于自己的激光棒。他对着激光棒一番操作，激光棒竟然飘了起来，发出一束光。怪兽走进光里，自己也跟着飘了起来。原来这激光棒其实是怪兽的飞行器，找回飞行器就可以飞回自己的星球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群外星怪兽驾驶飞行器经过地球，其中一个由于操作不当坠毁了。小美多管闲事，拿了他的飞行器。怪兽追小美只是想拿到飞行器回家而已。所以这部 VR 影片告诉我们，没事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哦。据说这是史上最贵的 VR 影片，5分钟就花了500万美元。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导演林奕斌拍摄的，没看懂的话，请转动手机多看几遍，上下左右转动起来，你会发现更多刚才没看到的细节。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，走到哪都带着，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。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，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，吃得一脸享受。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，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，还有点甜。怕大家不信，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，大叔也不含糊，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，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妈的，这不神经病吗？小伙说每天带一袋沙子，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，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，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量还大，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。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，有点奇怪。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品，还真没吃过。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，总结下来，白沙比较咸，红沙比较甜，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，味道也会有所变化。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，却很令人心酸。小时候他家里很穷，3天饿9顿的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。这一吃不要紧，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就这样还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
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的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。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，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姐每天洗澡必须穿着自制的铠甲，洗一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，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，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跟他来到卧室，大姐终于放松下来，摘掉了帽子，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，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，戴起来非常重。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，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？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，大姐显得非常担心，犹豫再三，决定脱下来试试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，显得非常焦虑，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，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。用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大姐非常不解，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，直接看心理医生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敏感多疑，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。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一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大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拔掉所有电器插头，接着用黑色胶带把信号灯遮起来，说这么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没有一盏灯，冰箱成了摆设，电视还被他故意砸坏了。家里唯一能用的就是电脑，用电脑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戴上墨镜和特制的沥青面罩，上网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但更奇葩的还在后面。大叔出门要戴上用沥青制作的面罩和帽子，甚至连衣服都用沥青涂抹了一遍，这已经够夸张的了。没想到大叔里面还穿了一件沥青盔甲，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说话间他突然紧张起来，指了指远处的汽车，迅速戴上了面罩和帽子，匆匆回了家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刚才就感受到了汽车 LED 大灯发出的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，每当暴露在阳光下，全身就好像被针刺一样。一身沥青装备就是用来屏蔽辐射的。大叔也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检查出任何身体上的问题，但电磁波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大叔认为病因来自之前住的房子，都是因为房顶上的手机基站导致的。大叔壮着胆子走了进去，看了一眼就连连后退，说这里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可奇怪的是，周围邻居并没有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就连记者也没感受到。大家拿专业仪器一测，
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能感受到电磁波，那直接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和耳塞，让他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电脑的开关机状态。一共做了7次实验，大叔猜错了5次，可以肯定他并不能感应到微弱的电磁波，所以大叔很有可能是心理问题。治疗心理问题第一步就是要勇敢面对。他鼓起勇气去找心理医生，沟通下来才知道，股票投资失败导致家庭破裂，这让他无法接受，继而形成了躯体化障碍，这是一种精神障碍。他们会坚信自己得了某种躯体疾病，不过呢，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控制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用爱来治愈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不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。省流氧化反应，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，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